今天呢，我们来讲仙女座星系事件。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仙女座星系。它是位于仙女座方位呢，拥有巨大的盘状螺旋结构的一个星系，直径为22万光年，距离地球呢有254万光年远，是距离银河系最近的一个大星系了。正以每秒300公里的速度呢朝银河系运动着，预计呢会在30亿到40亿年后呢会有几率呢跟我们的银河系相撞。这样呢，就会合并成一个椭圆形的巨大星系了。简单来说呢，它的画面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银河系在旋转的那个画面，里面有一个很闪很大的漩涡呢，那个呢就是仙女座星系了。说到仙女座星系的信息的来源呢，是来自一位名叫科列尔的人，他是1956年出生他声称自己在8岁和14岁的时候呢就遇到了外星人，但是由于年龄太小呢，2次的接触体验他并没有什么记忆。在他长大的这段时间里呢，外星人并没有再次出现，直到1985年呢，外星人才真正的又找上了门。那年呢，他是29岁。克莱尔当时在一个军队里面是一名直升机飞行员。根据他自己的访谈上面的回忆呢，他说仙女座星系的人找到他呢，带他上了一艘宇宙飞船。当时他看见了2个作为他的导师的仙女座人呢，并带他进入了他们的航天器。在为期3个月的时间里呢，他在那里呢接受了仙女座人的教导。而仙女座传授给他的信息呢，就涉及了宇宙的灵性、宇宙中的生命和地球的史前历史。克莱尔就说他被仙女星座的神秘传说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们描述宇宙起源的故事呢，充满了奇幻的色彩。仙女星座星系呢，相信这个宇宙中的古老原始的生命似乎是在特定的时刻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瞬间创造出来的。他们观察到所有孕育生命的行星呢，都仿佛是经过精心设计和安排的。它们的位置、轨道以及恒星的距离都被精确地控制着。那么这种规律性就让仙女座星系怀疑呢，这一切是不是某种更高级的智慧生物的杰作呢？更令人奇怪的是，这些星系上诞生的生命形式呢，也都呈现出一种令人惊叹的一致性。无论是地球的人类或者是爬行的动物，还是甲烷生命体呢，它们仿佛都是按照某种模板被刻意创造出来的。这些生命形式不仅在外形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呢，甚至在生理的结构和生存的方式上也存在着诸多的共同点和疑点。比如说地球上的人形生物和其他星球上类似的生物都同样有2个眼睛、2只手、2条腿的基本构造。那爬行动物呢，则普遍都是拥有4肢以及脊柱。等离子生命体和甲烷生命体呢，虽然与地球的生命形态是不同，但是它们同样也遵循着各自的生存法则。而这一切呢，仿佛都在暗示着一个共同的设计者呢，在宇宙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克莱尔不禁就开始思考这个宇宙背后的秘密了，是否存在着一个超越我们所有已知存在的一个生命，在默默地操纵着这一切的发展呢？这位设计者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是想观察各种生命如何在这个广袤无垠的宇宙中共存竞争吗？还是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传递某种信息和启示呢？这些问题就如同谜团一般困扰着克里尔的心灵，让他对未知的世界呢充满好奇与向往。那随着对仙女座星系的传说的理解和深入的发展呢，克里尔就开始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关于宇宙起源的故事了，更是关于我们自身存在意义与价值的探索。在这个浩瀚无边的星空之下呢，每一个星球上的居民呢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演绎着生命的奇迹。而作为地球的一员呢，在探寻宇宙奥秘的同时呢，也要思索如何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实现和谐共生与发展嘛。科莱尔就说仙女座星系的外貌特征呢，它们的皮肤颜色在蓝色和白色之间，身高呢是4到8英尺。从各种外在的特征来看呢，它们和人类是很相似的。同时还强调所有人都来自于天琴座，但是天琴座是在一场战争中被摧毁了呀。为了让种族延续呢，他们就开始向银河系或其他星系开始移居。而一代又一代的人呢，会因为有机物质的身体的表面还有星球环境的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着。那这个仙女座星系呢，是一个很古老的种族了。克莱尔说，在他们的星球上呢，只有一个全球性的政府，而政府的灵性和精神层次是很高的，大概要比我们地球上的社会先进几千年。那科学技术呢，也要领先几千年。不过呢，有一点很特殊的就是，他们的技术和精神上的灵性是有联系的。所有的进步呢，都和精神高度关联。他们的精神呢，就仿佛像是一种符号，在仙女座星系上面呢，全部都用精神交流。而他说，仙女座上一共有28个民族，因为在他们移居之前呢，上面就已经有很多原著的生命存在了。同时呢，在宇宙中也有很多维度的生命存在。
他说地球上的人类呢是活在第3个维度的。科雷尔就说仙女座星系是在第5个维度生活的，更高维度的空间里面呢也有物理的身体存在。比我们低的维度呢，可能就是动物和昆虫的王国了。不过科雷尔说呢，我更加关注的是人类何去何从的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想要达到第4维度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意识，不能够有任何的隐瞒，人和人之间要实现本真。科雷尔继续就解释到说，意识呢是连接不同维度的关键。在仙女座星系中呢，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意识模式，那么这些模式呢就共同构成了社会整体的和谐性。他们通过精神的交流和共鸣呢，就实现了对彼此的理解和合作。这种精神层面的交流超越了语文和文字的界限，让人们能够更直接、更深入地感知对方的思想和情感。此外呢，仙女座星系技术发展也是精神进步的一个基础。他们的科学家们是通过探索和研究意识的本质，就开发出了许多革命性的技术产品。那这些产品不仅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呢，还帮助他们在宇宙中进行更广阔的探索和交流。例如呢，在医疗领域他们利用精神力量治疗疾病。那在能源领域呢，他们是通过意识控制呢来收集和转化能量。然而在科雷尔看来呢，地球上的人类想要实现向第4维度的跃进呢，首先需要解决的是道德和伦理的问题了。人类必须学会尊重生命，保护环境，消除战争，并在此基础上呢发展自己精神的力量。只有当人类的意识到达了一定高度的时候呢，才能够触发技术的突破和社会的进步。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本真的概念就至关重要了。他说，人类需要摒弃虚伪、自私等负面的情绪并努力追求真诚，还有善良等积极的价值观。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个体的成长和发展呢，也是提升整个社会精神层次的关键途径。总的来说呢，就是在仙女座星系的例子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理想的社会发展的模型，以高度发达的精神力量为基础进行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并在此基础上呢，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那对于地球上的人类而言呢，则需要从内在出发，展开深刻的自我反省与改进，在道德伦理的基础上呢，逐渐的就提升自身的精神状态和技术能力，并最终达到更高维度的水平嘛。不过在仙女座星系上面呢，和人类还有一个相似的过程那就是他们那边的孩子呢也需要上学，差不多呢是120到150年。当然这个时间呢不是我们地球的时间嘛。他们学习的东西呢是帮助灵性的修养提高，重点呢是在仙女座星系上面没有白天和黑夜，他们的恢复能力也很强，几乎是不用睡眠的。仙女座星系的教育系统呢更注重于灵性的培养，他们的孩子从小呢就开始学习如何提升自己的灵性层次。在他们的社会中呢，也没有像地球那样竞争的压力和对成绩过分的追求，取而代之的是对每个人内在潜能的开发和尊重。那在这种教育方式呢，使得每个个体呢都能够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呢，注重自我的成长，通过各种冥想、思考和实践呢来净化心理提升智慧。此外，仙女座星系的生活模式呢也与地球截然不同。由于他们不需要睡眠来恢复体力所以他们的生活几乎全天候的就充满了活力。在这个星系中呢，所有的居民都处于一种持续的活跃状态中，这不仅提高了社会的整体生产力和创造力也让每一个个体呢有更多的时间去探索宇宙的奥秘以及体验生命的多样性然而在仙女座星系看似和谐的背后呢，也存在着不同的维度之间的隔阂与冲突。尽管他们都向往着往更高的精神层次和社会来进步，但是不同的阶级和维度之间的矛盾竞争呢，也从未停止过。每一次的升华呢，都需要跨越巨大的障碍，并伴随着对未知领域的冒险与挑战。仙女座星系呢，他们就说在宇宙中一共有11个阶段和维度，那每一次的精神升华呢，就有可能达到更高的维度，体验不同的存在。那每一个维度呢，都有不同的物理形式的存在。科雷尔就强调了，在未来可能会创造出更高的维度，没有人知道结果到底是什么。这个宇宙呢，只是不断的在进化着。但是现在人类的维度是很低的，也是自己造成的，因为人类之间总是会爆发冲突嘛。人类的思想意识呢，也不够团结。至于天琴座爆发的那场战争呢，也不是仙女座引起的，而是更低等的种族造成的混乱。至于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呢，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虽然我们暂时无法到达更高的维度去体验不同存在的那种形式，但是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改变自身的行为模式，通过减少冲突、促进和平以及加强全球合作等措施呢，来提高我们的意识层次，并逐步的向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迈进。
仙女座星系说4维以上的空间呢，就是标准的意识决定物质了，而在5维以上呢，就是意识瞬间决定物质。那瞬间创造、瞬间改变等等，所以到了那个维度的人就不能够拥有奇怪的意识，不然呢，物质世界就会变得一团乱了。所以只有精神层次达到一定的高度呢，才可以升维，不然的话就永远无法理解高维的规则。据说在不断的升维后呢，最终会达到11级，这个时候呢，才开始理解什么是神。那据仙女座星系说呢，宇宙最具情感的物种呢，就是人类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像人类这种有喜怒哀乐等特别激烈的情感。那情感波动呢，在高等文明中是不需要的，因为他们所有的决定都十分的理智。就像当时的外星种族呢，入侵了天琴星座给天琴座造成了毁灭的打击，但是他们也没有要去复仇的想法，甚至根本就不存在复仇这种心理，因为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种族的延续以及精神维度的提升。所以仙女座这个文明呢，它的理念就是接受宇宙中所有的种族的不同的文明，并且呢不去做任何的干涉，除非呢有必要。那有必要的意思呢，就是别的外星种族威胁到其生存的时候才会尝试去改变它。那在这个访谈中最重要的就是他提到了一个秘密。他说呢，人类这个种族呢其实是被控制住的。大约在14000年前呢，也就是亚特兰蒂斯的时代，人类就是被控制住。本质上来说呢，人类和仙女座呢是一样的，人类本质上也是具备各种超能力的，包括意识交流等等。但人类在精神上被另外一个种族控制后呢，就失去了这些能力，所以我们的大脑就被锁住了， DNA 被锁住了，所以整个科技的进步就非常的慢，精神进步几乎停滞不前，而甚至倒退。那控制我们的这个种族呢，让我们就不断的相信我们是物质的存在，但其实呢，人类也是一个以精神为主的一个种族。克莱尔就还说有仙女座人在帮助人类摆脱这种思想控制，但是宇宙之间呢也是有规则的，就是任何一个种族呢不可以去干涉另一个种族，所以他们不能光明正大的去改变我们，只能在背后呢默默的提醒或者是启发了，所以也只能够暗示、旁敲侧击来帮助我们。那除了帮助我们的，还有操纵我们的种族。仙女座的星系他们就说比如有大灰人、小灰人在宇宙中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低等的种族，但是他们的 BOSS 呢是来自于猎户星座的集团。而蜥蜴人呢也是控制人类的一大种族。蜥蜴人呢是被另一个高等文明囚禁在地球的，他们属于爬行类，体长呢大概是4到6米左右。那蜥蜴人是属于天龙座龙人西卡帝国的最底层的一个种族。而且仙女座星系特别强调呢，人类是唯一会自相残杀的种族，而别的种族呢都是一致对外，所以就连蜥蜴人这种残暴的种族呢都不理解为什么人类会自相残杀，他们只会联合起来侵略别人。而蜥蜴人呢是阻止人类往更高维度升级的最大阻力了，他们不希望人类往上升，是因为他们是处于统治阶级的。其实人类如果普遍的知道如果存在外星人的话，那人类就不会内战，会团结。所以现在人类之所以会有冲突就是因为不知道外星人的存在。所以蜥蜴人想要控制人类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人类永远不知道有外星人的存在，永远不会升维。而仙女座星系呢是处于第5维度，这就说明他们至少已经可以控制星球的引力和磁场，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改变一颗星球的轨道。所以仙女座星系强大的力量是可以震慑住这个猎户座的大灰人和小灰人的，所以他们才不会在地球上轻举妄动。而上个世纪的外星人接触事件中有些人类呢与灰人达成了一些协议，包括科技上的合作，但这些协议呢是非常危险的。而仙女座星系知道之后呢，非常不高兴并用这个麦田怪圈还警告了要提防小灰人。在众多的故事中呢，实际上可能是存在2种爬虫类的，一种是纯负面黑暗的，一种呢是相对同情和喜欢人类的。就像苏美尔神话中有恩基和恩列尔，而在西方的神话中呢，蛇或者是爬虫类的形象呢，往往都和魔鬼或者是使者联系在一起。而无论是帮助人类的还是诱惑人类的，其实都是在让人类明白呢自己拥有自由的意识。而且在宇宙的法则呢，也就是不干预法则之下呢，如果强行干预物种进化的过程呢，会对自身产生巨大的影响。那爬虫类呢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呢曾经就被降维了，所以他们现在才会用更加隐蔽的手段去控制人类。仙女座星系就告诉他说，人类的基因被影响的结果呢，就是负面与正面的思维呢都会存在，而且呢往往负面的思维会占据上风。但人类必须知道呢，自己拥有自由的意识能够做出抉择，面对地球和自身的问题呢，有机会去改善，也会成长和改变的。所以有机会摆脱负面的想法，
而且这是人类自己必须负起的一个责任。科雷尔就说仙女座星系的科技已经非常发达了，但是他们更重视的是自我精神层面的学习，因为呢，他们知道宇宙呢远不止自己所见到的这一个维度，而越处于正面的高维呢，就越会分享自己的智慧。但真正的智慧并不能够直接被人类或者是低维的生命获得和理解的。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人类最基础的精神力的心灵感应呢被删除了，这使得我们相互交流变得困难，而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呢，会逐渐的失真嘛，隔阂呢也会变得越来越大，思维与智慧的碰撞呢变得越来越少，个体就需要通过更加困难的方式呢去提升自己的意识，靠自身去不断的体悟和顿悟。那些拥有开放的心态，敢于接受更多可能性的人呢，往往会在无意识中获得更多的智慧和启迪。欧啦啦，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和关注宇哥的频道，看更多内容哦。